台湾最多的是什么？有人说是庙，虽不严谨，也不能算错。据统计，台湾登记在册的庙宇有1.7万多座，街巷乡间的小型拜拜修炼场所难计其数，真是举头见神明。拜拜即拜神，是台湾人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没有文化程度、南部北部、年龄长幼的差别。考试要拜，远行要拜，求职要拜，红白事更要拜。台湾的大小庙宫几乎没有冷清的，香火缭绕，贡品叠加，人来人往，多难多神。学者指出，台湾80%人口的祖辈是从大陆渡海而至，经历九死一生的险难，只能靠神明保佑。再加上台湾多灾，台风、地震、海啸多发，农民至今还是要靠天吃饭，拜神的传统就这样代代相传下来。位居第10的是文昌帝君。每逢升学考试，台湾的爸妈一定会带着孩子的准考证来拜文昌帝君，祈求考生顺利过关。文昌帝君是学子们的守护神。位居第9的是吴府千岁，指的是李、池、吴、朱、范5位王爷。相传他们结拜兄弟，在隋末天下战乱，百姓民不聊生时，变卖家产赈济百姓，于是被百姓奉为吴府千岁，成为能辨善恶的神明。位居第8的是玉皇大帝，又被称为天帝。台湾有天上天公，地上救公的民谚，天公是众神之王，天公生日是台湾各大宫庙最隆重的日子，会举办祭典，吸引众多信众拜拜。位居第7的是关公，关公忠勇双全，威武凛然，被认为是正义的化身，可驱妖辟邪。关公也被尊为诚信之神，被商家奉为武财神，既能镇守门户，又能招财进宝。位居第6的是三太子哪吒，哪吒扬善惩恶，镇邪降魔。因为是个小孩，台湾信众在祭拜时会供奉糖果、玩具，将神话、信仰和俗世生活有趣融合。位居第5位的是土地公，在台湾被称为福德正神，街头巷尾都有土地公保家护土。只要想拜拜，无论求财、求平安，离得最近的就是土地公。位居第4位的是月老，台北市、新北市都有历史悠久的宫庙供奉月老，不少人都会去祈求月老红线，有些婚姻登记处还备有月老红线。台湾的月老不只掌管姻缘，还管人际关系，但凡在家庭或职场沟通不顺，也会去拜拜月老缓解矛盾。位居第3位的是观世音，形象仁慈、闻声救苦的观世音菩萨亲和度、知名度都很高，无论在都市还是乡村都拥有众多信众。位居第2位的是财神，因为财神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，谁都不敢不敬。大概财神在台湾太忙，因此有分身主管不同行业，公务员拜文财神，企业拜武财神。在台湾拜财神要看清楚。榜首的是妈祖，作为海神，妈祖是四面环海的台湾最普遍的信仰。妈祖文化已超越了宗教，其进香、绕境等活动成为台湾的民间节日。妈祖信仰是台湾最普遍的传统民间信仰之一。由于早期汉人移民多自中国大陆、福建渡海而来，且台湾四面环海，海上活动频繁，因此妈祖成为台湾人最普遍信仰的神明之一。无论是大小街庄、山海聚落，还是通都大邑，都可看到妈祖庙。仅台湾一地就有妈祖庙510座，其中有庙史可考者40座，内建于明代的3座，建于清代37座，含湄洲祖庙正三妈1座。妈祖信仰普遍存在于清代台湾社会，其中不乏奉祀妈祖的庙宇与佛教关联。台南大天后宫是由官员改建，官方祭祀，并于设立之始就延请僧人住持的庙宇。《十国春秋》是清代吴任臣所撰的传记体史书，其中《闽时列传》林苑女记载林苑女林然娘的行迹。兹引该列传相关文字如下：林苑女，闽人也，苑氏王氏，官统军兵马使，女始生而得色变子，屡著灵异，又通秘法，常能乘席渡海，云游岛屿，人呼为神女，又曰龙女。宋代丁伯贵的《顺记圣妃庙记》即认为妈祖是龙女，
因瑶琴鸠摩罗什所译的《妙法莲华经》中即有龙女向佛陀献宝珠之说，此经简称《法华经》，至今流传，且龙女献宝珠之说流传甚广，且为道教吸收。林苑女列传杂糅佛道二教成分，与其说行迹颇近于仙，不如说行迹近于佛。乾隆朝以后，台湾妈祖信仰中道教成分极大的削弱，佛教化的解释基本趋于稳定。妈祖信仰传到台湾以后，逐渐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特色。甚有学者认为，妈祖已发展出与中大陆妈祖不同的特性。妈祖在中国大陆的福建的南方原是出海妈祖，仅是渔民的守护神，但在台湾的妈祖已成过海妈祖，他在历史上已成离开大陆的移民，祈求平安到台湾的过海守护神。虽每年有大量香客络绎不绝至中国大陆梅州妈祖庙一乡，但实际上台湾的妈祖可以说已扎根于这块土地，成了一部独立于大陆妈祖外自成体系台湾的本土神祇。这种见解获得若干学者的附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妈祖信仰还包括宗族姓氏群的崇拜。由于妈祖姓名之源，台湾各地林氏都喜称妈祖为姑婆祖、祖姑，借以拉近妈祖和林姓之间的亲密关系。林姓亦常自称为妈祖的义孙、族孙，甚至组织有大规模的共济团体，如台北地区以林姓为主的七角头正龙社天上圣母神明会，中部24庄林祖姑天上圣母会，云林县六房天上圣母。由妈祖信仰所伴随严谨的祭礼归仪、民间传说、艺术成就与节日习俗等文化人类实践，是台湾重要的民族文化资产。文建会受证的国家重要民俗中，与有关妈祖信仰的即占了3项，分别为大甲妈祖绕境进香、白沙屯妈祖进香与北港朝天宫迎妈祖。除了流行拜拜，台湾还有一首永远流行着的歌曲，爱拼才会赢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虽然多抱佛脚，但大家还是明白天助自助者，自己需多努力。